8岁男孩第一次来妓院，就想用200块找个小姐，可对方却说根本不够。你知道我1小时多少钱吗？小孩见状又加了300，他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就220啊！来到男孩住所，女人直接褪下丝袜，然后又脱掉自己的上衣。可看着老土的呢子大褂，女人又突然不想做这单生意了。正抽着烟想着怎么既要钱又不干活的办法时，小孩哥突然冲了进来。你不许抽烟！我他妈就抽了！你不许说脏话！我他妈就说了！你得听我的！别他妈生事的！一句脏话扣10块钱！你他妈抢啊！扣10块！你要挣这钱就得听我的。你别说，这孩子虽然才8岁，但这钱也不好糊弄啊。于是女人只好掐灭香烟，开始计时。现在开始报钟啊！报什么？就从现在开始2个小时，不管你家长会开没开完，我都撤。原来现在到了期末放假的时候，学校要开家长会，小孩哥的父母又都不在家，这才花钱给自己雇了个妈，不仅准备了服装，甚至连交通工具都置办好了。这啥呀？自行车。你让我穿成这样，骑个这2八大踹，想象力挺丰富啊。我妈就骑这个。你妈是运动员呢？就在这时，楼上年迈的姥姥出来了。为了不让她发现自己的行为，男孩喊上女人就往外跑，结果刚出门就下起了鹅毛大雪，同时女人的疑心也跟着升了起来。那钱是不是你偷的呀？不是，那是我的压岁钱。反正这事让你妈发现的，你得实话实说。是你自己找上门的啊！男孩坐在自行车的后座，一路上小嘴就没停过，嘱咐女人不能在学校抽烟，更不能讲脏话。其实说白了，这过度的控制欲背后藏着的是他极度的不安全感。学校走廊里早已挤满了家长，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说话，空气中都是温馨的氛围。男孩见状也伸出自己的小手，牵住了妈妈温暖的大手，可这举动却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。我看妈妈长得挺漂亮，咱们不能吓唬她。是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傻。男孩并未理会同学，小心翼翼地把女人领到自己的座位上，还特意帮她拉开椅子。女人刚坐下，邻座的家长就转了过来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两人都僵住了。因为这男的是女人夜场的老客户，平时在包厢里嚣张跋扈，此刻却慌忙用手捂住脸，生怕被认出来。女人倒无所谓，翻了个白眼，目光落在男孩的数学卷子上，95分的成绩格外刺眼。再瞥一眼男人手里的65分卷子，一股莫名的优越感油然而生，腰板都挺直了几分。这时班主任走了进来，把学生们全赶了出去，然后就到了发奖状的环节。可念到男孩的名字时，女人却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男孩叫什么，毕竟做他们这一行从来没有过问客户名字的习惯。不过好在女人反应及时，见周围的家长没人回应老师，赶紧看了眼男孩卷子上的名字，这才慌忙地站起身走上讲台领奖。然而手里的奖状还没攥热，包里的手机就突兀地响了起来。我希望呢，这些同学能够继续努力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孩子的成绩。请大家呢稍作休息，一会儿参加我们3年级的作文朗读会。高哥，各位家长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晚上几点过来呀？你稍等会儿啊。刀哥是女人的超级大客户，每次找他都能消费上万块，所以这家长会开不开的也不重要了。可男孩却在这时不干了，还没结束呢。不是，我晚上得有事，我赶紧得走。一会儿还有作文朗读。这不2小时还差15分钟吗？这样吧，我退你50块钱，好不？不是咋的呀？还嫌少啊你？拿着呀！女人强行把钱塞进男孩兜里，然后转身就要离开，可男孩却一把拽住她，祈求女人务必要听完自己的作文。但刀哥那边是万万不能得罪的，于是他只好威胁男孩：高老师，就是一会儿。我告诉你脱学啊！听到这话的男孩瞬间老实了，就这样盯着女人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把那50块钱狠狠摔在地上，转身跑了。女人看着地上的钱，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，弯腰捡起时指尖都是麻的。小崽，50块钱不是钱的。
刚走到校门口，班主任就追了上来。啊，那个老师，其实我不是，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是吧？啊，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。不是，那个你也别骂人家了，你说哪个小孩不撒个谎唠个屁的，是不？既然来了就开玩吧。原来班主任早就知道她不是男孩妈妈，因为男孩妈妈早就因病去世了。姥姥为了不让男孩受打击，骗他说妈妈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，等他什么时候考上大学，妈妈就会回来。听到这里，女人才意识到这个敢跟自己叫板的小男孩心里藏着这么重的伤口。去吧，帮个忙。老师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小波和王豆豆打起来了。豆豆开始说小波他妈不是他妈，小波说他妈就是他妈。豆豆说他撒谎，说制作人是抄的，小波说他没有。后来制作人说小波他妈不是我。男孩被几个小男生压在地上，可即便这样，他嘴里依旧说着那就是自己妈妈，甚至为了维护妈妈，他不顾班主任的阻拦，也要上去揍这个诋毁妈妈的男生。这时女人也跑了过来，见男孩是受气的一方，她本想将对方给拉开，结果自己被撞了个跟头，索性也不劝架了，撸起袖子就加入了战斗。王豆豆的家长赶了过来，巧的是对方正是那个夜场老客户。校长让男孩给王豆豆道个歉，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。可迎上女人冰冷的眼神，老客户瞬间蔫了，赶紧打圆场。算了，都是熊孩子的事儿，算了吧。从学校出来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女人没去找刀哥，默默跟着男孩往家走。路上，男孩问了女人很多问题：你老家哪里的？你多大岁数了？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吗？甚至还问起了你有孩子吗？这个问题像石头砸在女人心上，她沉默许久，最终并没有回答男孩。转眼到了楼下，到了该分开的时候了。看着男孩孤单的背影，女人还是忍不住喊停了他。小波。别屁大点的事儿耷拉个脑袋。我蒙你了。啥呀？其实我妈妈不是蒙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，却为了守护姥姥的爱，假装相信那个谎言，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家庭的悲伤。女人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，掏出500块钱，小心翼翼塞进男孩书包，这是他送给他的礼物。别告诉我姥姥，她不想让我知道。男孩转身往楼上走，走了几步却突然停下，回过头看着女人的背影，用尽全力轻轻喊了一声：再见，妈妈。这一声妈妈轻得像羽毛，却重得砸穿了女人的心。她浑身颤抖，不敢回头，怕男孩看见她泪流满面的狼狈，快步走进夜色里。深夜的 KTV 包厢里，女人喝得烂醉，跌跌撞撞冲进厕所狂吐，翻找纸巾时，却看到一张皱巴巴的纸。借着昏暗的灯光，她展开纸，发现这竟然是男孩的满分作文。我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赚钱。姥姥说，等我考上大学的时候，她就会回来。我今年8岁。等我上大学的那一年还有9年，妈妈回来的时候还会认得我吗？也许妈妈也在担心这个问题，所以有一天妈妈忽然回来了。那天她穿着蓝色的毛绒大衣，黑靴子，戴着红色的耳环，她笑起来的样子就像太阳照进了窗台，闪闪发亮。妈妈是个热心肠，常常助人为乐，不仅邻居们都喜欢她，连楼下住在杂物间的小猫也是。每次我和妈妈路过那里，他总会爬出来和我们一起玩。妈妈很忙，每天要打好多电话，都不能好好吃饭。
经常工作很晚很晚才回家。楼道里深夜响起高跟鞋的声音，就是我和妈妈的暗号。总是到这个时候我才会睡觉，因为我总是担心有一天妈妈又要离开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总会有一天妈妈又要离开我，就像树叶从楼下的树枝离开，阳光从窗口的书桌离开，街上的公交车从车站离开。我真的希望那天来得迟一点。女人蹲在冰冷的厕所地板上，早已泣不成声。她终于明白，自己深夜回家的高跟鞋声，竟成了男孩等待母爱的暗号。她自以为卑微不堪的模样，在男孩眼里却是太阳般的存在。这场特殊的交易，男孩买到的是短暂的母爱陪伴，女人得到的是重新生活的勇气。她回到出租屋，拨通了那个很久没打的家里电话。爱就是这样，有时是谎言，有时是交易，但更多时候是此时此刻的相互取暖。愿每个等待的孩子都能等到回家的钥匙，愿每个迷途的大人都能听见归途的呼唤。